第299章，突如其来的斗皇气势。故意和我表现的这般亲热，让我当了次盾牌来挡那家伙。于亚飞在大厅靠门边的地方停了下来，萧炎忽然淡淡的笑道：抱歉。被萧炎看穿先前的目的，亚飞俏脸微红，低声道歉道：我实在是被他缠怕了，打也打不走，骂也骂不听，所以只能这样了。你不会生气吧？亚飞看着萧炎，怯生生的道：这样虽然他可以解脱一点，不过可却是让的萧炎被木战平白无故的怨恨上了。反正又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，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。闻言，亚飞微抿着红唇，轻声笑了笑，可却又不敢说话，于是两人间气氛便是这般旖旎沉默了下来。可你先四处走走，我得去替纳兰老爷子完成今天的驱毒疗程了。半晌后，萧炎轻咳了一声，顺手从身旁走过的侍女手中的银盘内端起一杯红酒，浅尝了一口，然后便是随意地塞在亚飞手中，含笑对着大厅侧门行去。站在原地目送着萧炎消失，亚飞轻轻摇晃着透明酒杯中的嫣红红酒，在这般颜色的反射下，那张妩媚脸颊更显红润妖娆。端着酒杯行出大厅，亚飞站在柱子旁晃着酒杯，想起先前萧炎战斗时的那股凌厉气势，略微有些失神。这才1年多没见，当初的稚嫩少年居然便是蜕变的这般自信。亚飞在想什么呢？苍老的笑声忽然在身后响起，米特尔、藤山笑眯眯地走上前来，道：啊，没什么。被打扰了思绪，亚飞一惊，赶忙回道：哼。米特尔、藤山笑了笑，缓步走上前来，若有深意的道：觉得炎萧那小家伙如何？还不错呀。闻言，亚飞这话便是脱口而出，不过紧接着察觉了什么的他赶忙停了嘴，眸子盯着藤山，轻声道：大长老这话是何意？哼，若是觉得还满意，可以放开点胆子吗？我可是没有半点反对的意思哦。米特尔、藤山笑道。听出他话中的意思，亚飞双颊顿时飞上一抹如红酒般醉人的绯红，摆着玉手，连忙道：大长老，我对炎萧可并没有那种感情，只是与他是普通朋友而已。没感情可以培养的吗？米特尔、藤山笑了笑，意味深长的道：你应该也知道，身为我们这种大家族的族人，很少有什么两厢情愿的婚约，家族重礼，若是能够遇见一个不讨厌并且家族也同意的人，便是很幸福的事了。说句让你挺伤心的话，在炎萧未出现之前，如果是在家族内部长老会上投票选择最适合你的人，恐怕木战将会有超过大半的得票，因为联姻对两个大家族来说是一件双利的事情。闻言，亚飞那握着酒杯的玉手猛然紧紧地握了起来。唉，望着亚飞的反应，米特尔、藤山叹息了一声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便是走回了大厅。贝齿紧咬着红唇，亚飞低头望着杯中的红酒，那张妩媚的犹如尤物般的脸颊，此刻却是噙着一抹让得人为之心碎的淡淡哀伤。亚飞知道藤山所说不假，虽然身在这种大家族能够得到无数人可望而不及的身份地位，不过在得到的同时也是失去了很多东西。他并没有纳兰嫣然的那种天赋以及好运，后者因为在云岚宗的身份可以轻易地摆脱家族给他的束缚，所以当年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前去萧家退婚。而亚飞也知道自己并没有这种能力。玉手环在胸前，亚飞轻轻坐在石阶之上，夜风阵阵，让得他有些心寒。抬头仰望着天空上的明月，许久之后，亚飞那双迷人的双眸却是忽然微微弯了起来，宛如狐狸眼般闪烁着精明与诱惑。想要不被家族掌控，就只能掌控家族。轻声的呢喃着，亚飞美眸盯着杯中红酒，那里面妩媚动人的脸颊，此刻却是悄然地多出了一点什么。我没有纳兰嫣然的那种修炼天赋，可米特尔家族是一个商业家族，以我的能力走到掌管者的那个位置似乎并不难。仙指轻弹在酒杯之上，回响着清脆的声音，能够在这般年纪便成为米特尔家族总部拍卖场的掌管人，在商业以及人事的管理上，亚飞的天赋无可置疑。毕竟这个世界上
并不乏那些本身手无缚鸡之力之人，手下却是万千忠诚强者云集之辈。听着那清脆的声响，亚飞嘴角弯起浅浅的弧度，魅惑天成，妩媚动人。此刻的她比先前无疑更加美丽。就在一种莫名的东西在亚飞心中生根发芽之时，一件黑袍却是轻轻地从她身后盖在了身上，熟悉的柔和声音让得此时最是敏感的女人心中悄悄地触动了一下。天冷地凉也不怕生病啊。猛然回转过头，亚飞愣愣地望着那张易容后显得极为平凡的脸庞，恍惚间鼻尖有些发酸，轻轻抽了抽鼻子。亚飞双手拉着黑袍，娇躯朝着里面挤了挤，淡淡的温暖感觉缭绕在那颗被米特尔、藤山一句话弄得发凉的心灵中。修长的睫毛眨了眨，亚飞轻笑道：“完成了。”萧炎笑着点了点头，目光在那张妩媚动人的俏脸上扫过，有些诧异。不知为何，他发现现在的亚飞比刚才似乎多出了点什么，而且也更加让人目光有些舍不得移走了。“你没事吧？”萧炎疑惑地问道。“好着呢。”冲着萧炎俏皮地眨了眨眼睛，亚飞笑盈盈地道：“哦。”点了点头。萧炎懒散地打了个哈欠，瞟了一眼那依然热闹的大厅，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这些人也真能折腾。算了，受不了了，我要回去了，你一起吗？再次打着哈欠，萧炎对着亚飞随口问道。闻言，亚飞刚想摇头拒绝，然而当玉手轻抚着身体上的黑袍时，却是迟疑了一下，竟然是点头应了下来。站起身来，两人刚是打算离开这里，萧炎有些倦意的脸色却是骤然一变，旋即豁然转过头，望着帝都的西北方向，那里两股恐怖的气势忽然间冲天起。海波东，这老家伙失踪了2天，怎么和人打起来了？看另外一股气势，实力竟然不比他低，与海波东曾经共同战斗过，所以萧炎对他的气势颇感熟悉，当下便是辨认了出来。而更让得他脸色微变的，还是另外一股居然不比海波东弱的恐怖气势。在萧炎喃喃间，两道影子猛地自大厅之内飙射了出来，旋即出现在萧炎两人前面。原来是同样有所感应的纳兰杰与米特尔、藤山。在纳兰杰两人之后，木战、纳兰嫣然等人也是鱼贯而出，脸色惊讶地望向西北方向。斗皇强者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纳兰杰与米特尔、藤山面色满是凝重。听得纳兰杰两人的声音，纳兰嫣然等人脸色皆是一惊。斗皇强者，那基本都是帝国的巅峰强者了，没想到今夜会忽然出现2位。去看看。纳兰杰与米特尔、藤山不约而同地弹射升空，绚丽的斗气双翼在背后迅速凝结，然后化为2道光影，迅速对着气势爆发处飞掠而去。皇城中忽然出现这种等级的强者，容不得他们不小心对待。嘿嘿，我们也去瞧瞧斗皇强者呀！脸露狂热地望着纳兰杰两人消失的地方，木战脚掌在地面一踏，身体迅速射向屋顶，旋即犹如蚂蚱一般，在城市中的房屋之上开始了跳跃冲刺。在他的身后，纳兰嫣然、柳玲等人也是各展神通的紧跟了上来。斗皇强者间的战斗，那可不是想见就见的呀。萧炎微皱着眉头，海波东是他上云岚宗的护身符，所以在这之前他可绝对不能出点事故，不然的话让萧炎单独一人去面对云岚宗那个庞然大物，还真的是挺让人头疼的。你就在这里小心点，我也过去看看。沉吟了一会，萧炎转头对着一旁的亚飞道，而后者也知道事情的轻重，乖巧地点了点头，没有出言阻拦。脚尖轻点地面，萧炎矫健地跃上屋顶，背肩微震，然后便是在一干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，将紫云翼召唤了出来。微张着红唇望着那化翼而掠的萧炎，亚飞美眸中布满着难以置信。双翼微震，萧炎的身形瞬间化为一道光影，然后追星赶月般的对着西北方向爆射而去。我靠！斗气化翼！正在房顶跳跃的木战听得那身后响起的破风声，赶忙转头一看，旋即便是傻傻地望着那扇动着双翼迅速飞掠而过的萧炎。妈的，
这家伙是斗王强者？这怎么可能？犹如白痴一般的站在屋顶上，木战愣愣地望着萧炎消失，片刻后转过头来，却是见到身后的那蓝嫣然等人也是一脸错愕。活见鬼了！漆黑的夜空中，几位年轻人发出疑惑的愤愤骂声。